看着我，你真的那么想救他吗？是。他虽然是你弟弟，可我是怕他醒来之后反咬你一口，他会伤害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怕。看来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。你走吧。我答应你。答应什么？替他去第3根针。你知道了。对。可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因为我信你。你听好了，我这一次是为了薛子燕。如果日后你再杀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开始吧。放开我！我可以使出全部的力气，速战速决，但我担心他反应太激烈，会伤到你。也尽快制作。姐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好了。坚持住，姐姐在这儿，马上就好了。明姐，马上就好了，很快就没事了。坚持住。小怪物，你找死啊你！不知你不知好歹！
会杀人的事儿好不容易瞒下来，可这次杀了村里的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他是杀人怪物，他是妖童啊！对，他是妖童。大家都别吵了。其实，他也还是个孩子呀。上次杀人是不得已，哎，但是如今说杀人就杀人，这可怎么办？村长，你可不能再心软了，这妖童出事会害了全村的呀！必须挖了他的眼睛，以绝后患！不许挖他的眼睛！挖他的眼睛！你们不要挖我眼睛！少爷，爷爷，求求你不要挖明智的眼睛，他不是坏人！求求你不要挖他的眼睛，不要挖他的眼睛！不能挖他的眼睛！学坏，大人说话没你的事儿！爷爷不要挖他的眼睛，爷爷！小叶，我们魔家村的事儿，外人没资格插手。3天后开全村大会，压下去吧。走，明姐，走，明姐，明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绑住我！不要挖我眼睛！求求你们放开我！我不想被死的！求求你不要挖我的眼睛！把我的铁链放开！不要挖我的眼睛！求你们不要挖我的眼睛！把我的铁链放开！哎，把我的铁链放开！都走吧，别看了。明介，明介，那些会长大人说你的眼睛会杀人，可是为什么我看就没事？明介，你是因为我被关进来的。我跟雪怀说过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挖了你的眼睛，我们就一人挖一只给你。明介，别害怕。明介，明介，你过来。到姐姐这儿来，明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的。把手伸过来，相信我，小叶姐姐。嗯。想出去吗？这群猪狗不如的俗人呢，不知道你的力量，也只有我，才能激发出你真正的力量。想跟我走吗？我想出去，我想出去。好，我带你出去。但是，你需要臣服于我，成为我的童。你愿意吗？或者，你想被继续歧视，被幽禁，被挖掉双眼，一辈子都活在黑暗中？我要出去，只要你能带我出去。好。小叶姐姐，雪怀，不要抛下我！姐姐，小叶姐姐，哎！你看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你，他们抛弃了你。
顾住，我来看着冥界公子，他一醒来我马上告诉你。你回去睡会儿吧，好不好？我想等他醒过来。冥界，冥界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还疼不疼？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睡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定饿了吧？黄米糕和饭菜都有点凉了，我去帮你热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小叶姐姐，你叫我什么？再叫一遍。小叶姐姐，你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看我怎么哭了？我应该高兴才对啊！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杀了所有的同伴，我只是常无觉的一条狗，所以我活了下来。10几年，我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跟这世间毫无关联。没想到，你经历了这么多。这些年让你一个人，真是受苦了。冥界，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我一直想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当年那一夜，我没能来得及回去救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才会让你遭受了这么多。你6岁就为我被关进小黑屋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弟弟对待，我也发誓永远会对你好。可是我呢，我没有做到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对不起，姐姐，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当年我不能护住你，但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跟你一起面对，一起承担。我也不会再让你回到那个黑暗的地方了。以后，你就留在谷中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杀了很多人。你是因为金针蜂脑被人控制了，杀人并非是你的本意。可我手上沾着他们的血。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无法挽回。但是只要肯回头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姐姐会跟你一起，为过去犯下的错事赎罪。
是他和我一起帮你拔出的金针。谢谢。你多年拼杀，身上留下了许多旧疾、隐疾，一定要好好调理一番，尤其是你的头风病。你多年金针入脑，脑部本身就很脆弱，再加之催用瞳术，所以经常会剧痛难忍。眼睛也会牵动头疾。你的眼睛为何会常受刺激？因为药物失败，一旦失败，常无绝便将我灌狗笼，吃生肉，学狗爬，有时还要我直视烈日，直到出现幻觉为止。冥界，姐姐一定会治好你的头疾，让你永远远离那些痛苦。我会借助艾灸，帮你温通眼周的经络，循序渐进，尝试着破除你脑中淤堵的脉络。哪里不舒服，立即告诉姐姐。还好吗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别怕，姐姐在这儿。放松。放轻松。没事的，闭上眼睛。很好。那场大劫之后，我师父便带我回了魔家村，收敛了每一个村民的遗骸，把他们葬在那里。由于我身患寒疾，不便出谷太久，于是便在这里立了一关冢。每年过年过节，我都会在此祭拜他们。冥界，还记得他们吗？以前我总惹村长生气，他3天2头追着我满村子跑。对，雪花跟我说起过。他说你是村子里最调皮的那一个，总是故意捉弄村长。那时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我吧？
你为何会这么想？因为我总惹得村子里面鸡飞狗跳。其实他们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爱玩爱闹的孩子。就算你后来去了小木屋，乡亲们也总是问我跟雪怀，冥界怎么样了？那是因为他们怕我，才问我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小的时候最爱吃黄米糕？我每次给你拿过去的时候，你的2只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但是，你总是会忍住，总是把第一口给我吃。那时候的天好冷啊，但黄米糕是热的。那时候的我觉得生活很苦，但是我永远记得，第一口黄米糕是甜的。冥界，冥界，小野姐姐你来了。冥界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黄米糕，这是郭大娘给我们的。我听雪怀说你最爱吃黄米糕了，那趁热吃。姐姐，你先吃，我特地给你拿过来的，你先吃。不，姐姐，你吃完我再吃。好，我先吃。其实那些黄米糕都是乡亲们特意为你做的。如果他们真的不喜欢你的话，又为何每次偷偷塞进我的衣兜里，让我把它带给你呢？幸好你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今日我就让人把这墓碑移走。让他留下吧，好好陪着乡亲们。毕竟他们会有这些遭遇，全都是因为我。可最不该活下来的人，就是我。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灭村一事不是你的错。可那些歹人，就是因为桐树来到了墨家村，桐树是我的一部分。或许这些年，我会有这样的遭遇，就是我注定该承受的。没有人天生注定该承受什么。林剑，我之前也一直想探究过去的真相，给乡亲们一个交代。渐渐的，它便成为了我的执念，让我耗尽心力。曾经执念如拐，与我是助力，但直到后来险些失去了重要之人，我才明白，若是你一味的依赖那拐，总有一天会忘记行走，那拐便变成了链锁，将你永远的困在过去之中。既然你活了下来，就好好的活着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知道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姐姐会陪着你。
这姐弟刚刚相认，不是应该促膝长谈才对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药师谷的地界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想跟我喝酒，直说便是。少自作多情，我是想喝酒，但并不想同你一起。既然如此，这里只有我一人，那便委屈你跟我一块儿喝了。那。金针虽然已经拔出，但过去那个杀手童未必已经死了。你真的有信心将他焐热吗？不与人接近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正常人之间的情感，那都是过去给他留下的创伤。他现在头上的针孔还没有恢复，更何况一个人心里的伤口呢？他现在不仅是我的弟弟，也是我的病人。我一定会尽全力，慢慢的医治好他。况且，我也需要通过这段时间，去面对一个和我记忆中完全不同的弟弟，重新摸索该如何与他相处。既然你想得这么清楚了，那我就不再跟你唱反调了。唉，只是往后这段时间你的个人安全就交由我保护了。谢谢你。切，你最近道谢的次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总归是我欠你的。要说欠也是我欠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算作两不相欠。两不相欠。不来一杯笑红尘？小叶姐姐，我回不去了。怎么样？龙血珠还未到手，妙火，你来早了。哎呀，不是我来早了，是你这回太慢了。你在这苦里瞎磨叽什么呢？你要学医啊，上山采药了？以你一贯的作风，应该就直接把全国的人杀掉，抢回龙血珠。怎么，这回心软了？不，那是因为有破绽摆在，有点棘手。天杀的，又是那道明玩意碍事儿。你带来的12银翼呢？全折他手里了。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哎呀，先不要管他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龙血珠，先把教王老二给杀了，有的是时间对付霍展白。我就是提醒一下。咱们两个出来已经1个半月了，教王老二啊，马上闭关结束了。妙水那边传来的消息说，教王老二还问起过你。教王出关，他发现了？没有，当值的是妙水。妙水啊，就按咱们之前事先准备好的计划回答了，就说你去了长白山天池，去刺杀天池隐士。教王老二跟他有仇啊，一听你要去杀他，哎，还颇为赞许。你说这头笨猪。那就好。不太好，你得快点儿。我觉得这次不太对。怎么了？
以往啊，教王闭关的时候啊，偶尔夜里会召见妙水，不是？算是调息吧。这次没有见他，这次啊只见妙风。大家都在怀疑啊，教王老儿这次闭关肯定出了岔子，各方势力都在打探，教里呢明争暗斗，三圣女那边已经按耐不住了，我怕他要下手了，咱得快点啊！你要是真让教王察觉到什么啊，派人过来直接把山谷铲平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尽快。千万别再手软了啊！尽快啊！这是雪怀。冥界，小叶姐姐，你怎会在此处？我只是好奇。是啊，早就该带你过来看看雪怀的。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了救我。冥界，雪怀若是知道你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，她定是开心极了。你也不用再在小木屋里看着我跟雪怀一起玩耍、放烟花，我们三个会好好的生活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，是吧，雪怀？姐姐，请将龙血珠交给我。你要龙血珠做什么？难道你是要拿回去给常无绝？是。你还要回昆仑？不。此次药物，常无绝派我和妙火取回龙血珠。若我们未将龙血珠取回，妙火会没命的。我可以不回元一宫。姐姐，求你把龙血珠给我，我赶往京城，交给妙火，我就回来了。可那龙血珠是霍斩白寻来的。姐姐若是为难，我可以自己再想办法。就算没有龙血珠的药物，常无绝见我迟迟未回元一宫，也会设法寻人。到时候牵连药尸骨就不好了。是我疏忽了，的确应该有个对策。他或许已经做了决定，冥界还是没有回来。明日如果还未拿到龙血珠，只能来硬的了。冥界，睡了吗？还没。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黄米糕都凉了，你还没吃？你是不喜欢吃黄米糕了吗？太甜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姐姐让双红他们去做。姐姐有什么话，
就请直说。方才一路走来，我想过了，最稳妥的办法，还是由你将龙血珠送至京城。姐姐不是有难处吗？怎么突然愿意将珠子给我？这一趟，不单单是护送珠子。你也说了，你久不回元一宫，常无决定会起疑心，他这一关，必须是要过的。我是想借着送珠子的机会，让你演一出假死的戏码。只有常无觉认为你真的死了，他才不会再寻找你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但你也要永远失去童这个身份，你可愿意？我当然愿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明日我便将龙血珠给你，你小心护送。谢谢姐姐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早些歇息。嗯。小叶姐姐，我来了。进来吧。来了。龙血珠就在桌子上，自己过去拿吧。谢谢小叶姐姐，我去就回。你不会此去昆仑，便不再回来了吧？自然不会，请小叶姐姐放心。冥界，冥界。我都没有告诉你如何假死，你便这样走了吗？我已经封住了你的任督二脉，针上有麻沸散，你动不了，也用不了武功。小叶姐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冥界，不用再演了。我知道你此次回去，定是不会回来了。龙血珠是为了救妙火。应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你不相信我了。冥界，你在元一宫受了这么多的折磨，为什么还要回去？常无觉只不过是把你当成一把杀人的刀，你为什么还要为伤害你的人去卖命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年魔家村灭村，罪魁祸首应该就是他。魔家村与我无关。他被灭村，也不关我的事。还有，不准再叫我冥界，我不是冥界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今天定是不可能让你再回到元一宫那个魔窟。
你相信我？我不可能相信你，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。你们谷主可在屋里啊？谷主他现在在里面休息呢。